啊，我是马来西亚的。哎呦，真的表示出的啊，可以啊。我就是好奇为什么英文是写成那个下巴，下巴，下 M 呀，说下巴。新加坡有一条老街叫做 Amoy Street， 这条街和旁边的 Telok Ayer Street 在英国殖民者来到以前就已经存在。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 Amoy Street 的中文名会是厦门街，厦门跟 Amoy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直到今天我来到了厦门。我来到厦门有几年，在我的心目中，这是我第二个故乡。厦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山海，也有白灵溪。马六甲海峡上几个最重要的港口，新加坡、新山、马六甲、巴生、槟城、梅丹，都是福建人主导的城市。第一码头方向，这边上去。所以在以上那些南洋城市，遍布同安、厦门、金门，还有漳州会馆。如果你的祖籍是这些地方，那么你的太公太婆很有可能就是从厦门离开家乡。这个可以去，都可以。从潮州到厦门岛的距离是250公里，坐高铁大概1个小时45分左右。厦门有地铁，目前有3条路线，但是在这里几天我们都坐巴士，可以多看到一些美丽的街景，还有海岸线。今天我们要去的是靠近海边的老巴萨，这个老巴萨叫做巴士。我们打算一边逛一边走向海边。这拢干大新鲜的，走啊！20块，哎呀，红娘啊，红娘9块。没有嘞，盐煮了无带味。没有嘞，无带味嘛，我哪无盐呢？我来拿买一包20。一包20，22块8再来来大哩。啊，你要偌重啊？我能吃啊。都说菜市场最有人间烟火气，而其实烟火气是有口味的。这边嘅是福建味啦，你要講福建的朋友，這邊嘅福建話，你聽會明白無？我們到了熟食區。走在中國的菜市場裡面，可是通街講的都是福建話，這樣子的體驗我還是第一次。在潮州，由於我們在遊客區，很多都是外地遊客，全部都講普通話。可是在巴士這裡，明顯買賣雙方都是本地人，講的都是福建話。感覺就像在馬來西亞的福建人城市，可惜我的福建話是有限公司，不能完全聽得懂。厦門就說廈門啊，廈門用本地話，M， OK。另外是說台灣咯，開元路。啊，開元路，台灣路啊。我是馬來西亞的。哎呦，真的表示出的。我就是好奇为什么英文是写成那个 M 嘛 ？M 呀，说下巴。普通话讲普通话是厦门。本地话 M。对。OK， 好，谢谢你，谢谢。老太太很清楚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多告诉了我几件事，只是我脑筋不好，一直没有听进去。第一，厦门的英语拼音所谓的 Amoy， 其實真正應該讀作 Amoy。第二，然而 Amoy 並不是本地口音。
本地厦门的口音，厦门是读作 A 门，而我所熟悉的福建话口音，门是读作梅，开门关门是亏梅砍梅。我简单查了一下，原来我记得的这种口音是漳州口音，所以几百年前尝试记录 A 梅，而写下 AMOY 这个拼法的那个昂模，当时他听到的口音很有可能并不是厦门的本地口音。另外，老太太还提到的开元路开关咯，就是我们眼前这一条大约有100年的店务老街，厦门的特色美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有人卖姜母鸭，但是最多的是沙嗲米。至于哪家才是本地人会推荐的道地老字号，我们就不是很确定。藕香，确定比较有名的是这家阿姐果香，果香也就是在槟城很常见到的肉吧，是用五香粉腌制过的猪肉，卷在薄豆腐皮里，然后再拿去炸，是闽南特色的春卷。除了果香，我们也点了糯米，也就是卤面。糯米槟城也有，但是和这里的做法不一样。槟城的糯米是黑色厚厚的酱汁，这里的颜色比较浅，而且有海鲜。这家店的老板是漳州人，所以这2道槟城也常见的美食，源头应该也是在漳州。这个慢煎糕就有趣了，据说是源自泉州哦，是闽南常见的小吃。但是在马来西亚卖这道美食的，其实更多时候是马来人，他们叫做阿邦巴类，所以我以为这是马来人的食物。我小时候用粤语叫呆高面，后来才知道槟城福建话叫做班长龟。在新加坡他们一般写作面煎糕。印尼朋友告诉我，在加拿大最地道的街边小吃就是这个，他们叫做马达巴，或者文雅一点叫德朗布兰，也就是明月的意思。而这一家店卖的，我们就没有在槟城或是新加坡见过啦。芋泥鸭，顾名思义就是芋泥加鸭肉，鸭肉的油香和芋泥的甜香的结合体。这样一份42元，2个人吃不完。这是店家主打的芋包，也就是用芋泥包肉馅拿去蒸，像包子一样，不过外皮是芋泥。而这一份呢是沙丁鱼贡糖夹饼，是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口味。真的是公堂。从巴士走到海滨公园，对面就是鼓浪屿，是世界文化遗产。岛上只能步行，不过夏天天气实在太热了，要徒步走完一座岛实在太累，所以我们打算以后再去吧。从海边我们坐上巴士，要去岛的另一边的另一个码头，从那边可以坐船出境中国大陆。如果不是生活在广东福建一带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从厦门可以坐船到金门，路程也才半个小时。终点站普通客运码头站到了，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走，坐船去台湾。我们现在在普通客运码头来凑热闹。虽然金门只在厦门对面，距离10公里，但是金门是中华民国政府所控制的中国领土之一。出发到停是这边上面。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一个有趣的小知识。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政府是有福建省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福建省是指福建沿岸的金门县12座岛、大小乌丘2座岛，还有马祖列岛的36座岛。刚刚问了这个卖票的疫情之前，其实马来西亚就是外国游客是可以从这边去到金门，再坐飞机去台湾本岛是绝对可以的。只是疫情的时候就shut down了这个 passage， 现在还没有正常化。不过他说9月1号会重新开放给旅行团的旅客，至于自由行的个人旅客就暂时还不可以。票价在这边，航路票169。我们再去那个服务中心问一下也是好。马来西亚就是外籍，外籍对，完全外籍。有没有跟台胞是配偶关系？没有，完全没有。不行哈，现在外籍除了跟台胞是配偶，要申报那边进管局同意才能过去。但如果单纯想说走旅游，对，不行，现在还没开放。之前是可以的吗？
停航前可以外籍可以走，但是停了3年再复航就不行了。政策还没往前放开。那么一般政策允许了就可以走。那目前还不行。那之前那个票价是可以询问一下大概多少钱吗？160左右但是现在不行原来如此。政策再开放才行。OK， 好，谢谢你谢谢。我们已经问了2次，都是同样的答案，所以再稍微等一下，然后中国政府觉得合适的时间，就会像以前那样开放。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到厦门，好，从厦门去金门，金门飞台湾，台湾再飞回马来西亚，也是一条不错的旅游路线嘛，对吧？不过第一个问的那个美女小姐姐，她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上他们卖的是往返船票，就是300多块那个，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票呢？如果你拿的是旅游签，你要更新一下中国的那个旅游签，你就从这里出境到金门，金门再回来，就好像新加坡出JB再出回新加坡一样的道理。姜母鸭小锅的48，好，谢谢。刚供来的。晚餐我们目标明确，就是回去开元路吃姜母鸭。早上路过看到他们在做鸭肉和姜母一起在砂锅里面焖烧，然后要一直开锅翻面。这时候的那个香味实在让人受不了。哎呦，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姜母鸭，因为马来西亚没有。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来西亚没有，简直不可原谅。这么姜很好吃啊，是不是？它炸到脆脆了。姜片，香哦。因为姜母鸭超级好吃，你姑且可以把它理解成干的肉骨茶。不同的就是它有高饱和的姜的香味，还有麻油的香味。总之整体就是咸香，鸭肉也嫩嫩的。一句话，高加胖，高加好吃咯。在这边第3天，我们才开始走另一个方向，不知道前面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厦门的这个市中心真的是很多住宅区，跟马来西亚非常不一样。这些住宅都非常靠近厦门火车站，还有那个万象城，应该都算是很好的地点了吧。潮汕卤鹅、面线糊，来吃一碗厦门虾面，蛮香味。像这样汤头饱含浓郁的虾鲜味的虾面，在马来西亚各地城镇，还有新加坡都很常见。只有槟城独树一帜，把这种面叫做福建面，也就是 Hokkien Mee。虽然厦门这里的颜色比较清淡，但是虾汤的口味还是跟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虾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59年那个年代，用了大概人民币35万。我这一趟行程的主题是 Hokkien 老街堆等刷，成价根据那10万。那么这座由福建华侨创建的博物院就一定要认真的去看一看了。但是由于这座博物院是由英殖民地的华人建立的，所以收藏的文物和叙述的角度都是以英属马来亚的事情为主。Hokkien 回棍 HK 至于被西班牙和美国殖民的菲律宾，还有被荷兰殖民的印尼群岛，以及在缅甸、越南、暹罗的华人的事情，资料就比较少。在唐宋元至明初，古福建泉州曾经成为国际港，有过一段由古国际海洋贸易带来的黄金时代。华人移民海外的故事就大致从这几百年间开始有记录。根据博物院的记录，元朝周达观在1230年代左右写的《真腊风土记》就已经多次用唐人这2个字称呼在今天柬埔寨一带的海外华人。明清时期，中国断断续续的实施海禁，尤其在清朝，因为防止海外的汉人势力，比如防止在厦门的郑成功组织汉人反攻，海禁一度非常严厉。因为海禁，华人在南洋的贸易就断断续续，直到后来鸦片战争，大清的海禁被洋人用枪炮打开了，华人才又再一次回到海洋国际贸易圈里面。宋元明时代，海洋上的华人是商帮，本来或许有机会主导南洋的历史，可是接下来的海禁，华人就完全错过了历史的机遇。直到清末的华人，大多数就只能从苦工重新开始，以最低的身段再一次出现在国际贸易圈。华
华人在西方主导的殖民世界地位低下，被洋人殖民者用来主导开发的同时，又往往被欺压。海外华人因此对中华文明衰落的后果更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不遗余力地投入中国的改革的华人也非常的多。这一部分博物院也有不少的记录，所以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就不要错过这个博物院了。博物院附近有这家老式沙茶面，有蚝有ham有肉有豆腐，满满一碗的料，这是厦门的沙茶面。而马来西亚人看到这一碗沙茶面一定会提出质疑，这个不是咖喱拉沙咩？马来西亚也有吗？马来人的香料，印度人的咖喱拿来煮华人的黄面咯。口感是不够哦，我想象这种清香的，像担担面啊。担担面，类似担担面的汤的浓稠口感是来自花生酱或是芝麻酱，因此汤里面也有花生还是芝麻的香气。这种口味跟马来西亚完全不一样，但是跟我们的味蕾是同样挺到的。哇哦，好酱！怪不得沙嗲米在厦门是具有代表性的美食，所以来到厦门记得要来一碗哦。沙嗲米在厦门有很多家，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家叫做斯里沙嗲米。我们住的民宿附近就有，所以我们隔天早上就去吃了，也是一样，让人食指大动的口味啊！这里是厦门的老港口之一，保留了许多老店屋和仓库，叫做沙坡尾，有各国的特色餐厅，还有各种新奇的潮流店，以及热闹的创意市集，是帅哥美女学生们聚集的地方。想要来感受一下厦门年轻人的街头文化的，就要来沙坡尾逛了。不过应该傍晚来才会比较合适，天黑之前6、7点那个时间开灯了会比较漂亮，逛起来也舒服一点。昨天晚餐吃的姜母鸭实在好吃的不得了，所以离开沙坡尾，我们坐巴士去厦门中山公园附近，要找那一家颇负盛名的姜母鸭，打算狠狠的再多吃一顿。姜母鸭的店很容易认，往往都是这样一排一排的沙包摆在门头，姜胖的香气从街头就香到街尾。但是这一家的姜母鸭就比较咸，或许当地人是习惯用来下酒才会刚刚好。巴士中原路那边原来晚上会更热闹，除了路边摊小吃，其实更有名的是这里的海鲜大排档，各地的游客都是冲着这里的海鲜来的。那个是最贵的了，500块。中原路走到中山路步行街，有一座 OCBC 银行，里面有一个关于侨批的展览厅。OCBC 华侨银行是厦门同安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先生开创的银行，所以 OCBC 里面会有关于侨批的展览。上一集在潮州我有提到，所谓的侨批就是海外打工人寄钱回家乡的信件。这个地区的闽南人从厦门离乡背井，辗转四散到了南洋各地。因此，这些家书寄出的地址，除了我们熟悉的槟城或是马六甲、新加坡，还有其他在印尼或是菲律宾名字比较生僻的城镇。
但是也就是这些在海洋东南亚的福建人，创办了这个地区几个最大最成功的银行。新加坡第二大的 UOB 大华银行，以及马来西亚第二大银行联昌银行的共同创办人黄庆昌先生是金门人。马来西亚最大银行 Maybank 马来亚银行的创办人邱德拔，也就是 Kutek 是厦门海昌人。另外，新加坡最大银行 OCBC 的李光前先生是福建南安人。英属槟城第一个民办银行万兴利班兴利创办人叶祖义先生同样也是福建南安人。这里提一点题外话，马来西亚福建华人创办的三大银行，也就是班兴利、马来亚银行、联昌银行，如今都被马来西亚的马来伊斯兰民族宗教政党武统通过政治手段郊区好多拿下。这个政党就是发动排华的政党。言归正传，上一站的潮州是一座有着南洋风韵的老城，而这一站的厦门就完全是一座闽南风味的现代大城市。街头巷尾听到的还是闽南话，店里有的是海外福建人也一起在传承的闽南美食。古老的语言、庙宇信仰、美食风味，把海路上的港口串成一线，而源头之一就在这里。所以如果你懂闽南语，在厦门你也许会以为你在家乡的槟城、巴生、新加坡还是咩蛋。不过不懂也无所谓啦，完全不妨碍你来这里狂吃姜母鸭、沙爹米还有芋泥鸭，这些南洋各地的福建海港不常见的福建美食。下一站我们继续北上，去海洋华人的重镇，也是老福建人出海的港口，千年老城泉州。